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1月初以来，俄罗斯就已经与乌克兰美西方国家在网络场上展开攻防。其中，一个名为“匿名者”的黑客组织以网络手段闯进了这场冲突当中，宣布他正在与俄罗斯政府展开网络战。乌克兰也找来了多国场外队员，组建了 IT 部队，联合对抗来自俄罗斯的网军。这场混战当中，黑客组织究竟有何来头？它又在为谁服务？美西方不断为乌克兰提供网络战援助，又意欲何为呢？一起来洞察关键。3月17号，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表示，俄罗斯政府网站遭到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将就此开展过滤境外流量的相关工作。纵观此次俄乌网络攻防，除了导致网站离线的拒绝服务攻击之外，许多黑客也在大力攻击俄罗斯政府，加剧了网络战的复杂性。那么，究竟谁是俄罗斯这波遭受网络攻击的始作俑者呢？其中之一便是世界最大的黑客组织“匿名者”。2月24号，匿名者宣布对俄发起网络战争，随后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政府、国营媒体和公司网站以及俄罗斯各地成百上千摄像头的网络攻击行动。黑客组织匿名者发迹于2003年，组织核心成员有数千名，基本都是20至30岁左右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高级计算机专家以及记者。此外，还充斥着大量黑客活动分子。这些人分成数百人的小组，对各种事件做出反应。但由于匿名者对成员身份没有限制，世界知名的计算机及网络安全及工商芬兰防毒软件公司分市安全研究总监米科·戈佩根就向芬兰媒体表示，任何人都可以藏身于匿名者中，这为国家的网络攻击行为提供了掩护。赫佩根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网络黑客行为，发现来自美军的网络攻击非常容易。但现在的情况可以让国家行为者浑水摸鱼。确实，俄乌冲突它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选手，对吧？既有可能有国家，也有可能有一些犯罪的这种组织集团，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就简单的以这种匿名者组织为这样一个 cover 来开展一些网络攻击，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乌克兰方面更是公开与匿名者打配合。2月26号，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社交网站上宣布建立一支 IT 部队。费多罗夫直言，建立 IT 部队是因应前段时间俄罗斯对乌的网络攻击，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光明日报报道，芬兰广播公司日前采访了芬兰一名 IT 从业者朱尼，他正是想到美国硅谷拜访互联网巨头，还在2021年11月1号代表乌克兰首次参加在里斯本举行的 WED 峰会，这是欧洲最大的 IT 会议之一。出发前，费多罗夫表示，我们正在启动 Dia City， 这将使乌克兰成为东欧最大的 IT 中心。实际上，费多罗夫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之前就已经未雨绸缪。他先是致函苹果、谷歌和网飞，要求他们限制在俄罗斯访问他们的服务。不到1周后，苹果停止了在俄罗斯销售新款 iPhone 和其他产品。费多罗夫与谷歌也保持了密切联系。费多罗夫认为，谷歌地图的一些功能会带来安全风险，可以帮助俄罗斯士兵识别人群。随后，谷歌做出回应，限制俄罗斯访问谷歌地图的部分功能。随后，谷歌还停止了在俄罗斯的其他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并在 YouTube 上阻止了对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访问。不仅如此，费多罗夫还给特斯拉和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写信，请求通过 SpaceX 制造的星链人造卫星提供互联网服务。星链技术可以在乌克兰的电信基础设施被破坏之后，仍然帮助乌克兰人保持在线状态。而马斯克也迅速回应，2天后，一批星链设备便抵达乌克兰。美国它作为这个事件的欧洲地缘的一个重要的玩家，它是非常重视的。但是美国它也有它的困境吧？美国国内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美国直接卷入进来，它能不能承受得了俄罗斯的这种报复？但是呢，如果它完全置身事外呢，也不符合美国作为一个追求网络霸权国家的一个战略目标和利益。尽管看起来俄方在这场网络战中似乎处于下风，但有分析就认为，这是因为美西方早就意识到俄罗斯的网络战能力，因此不敢有丝毫松懈。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3月8号，15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和100多名工作人员在下班后还就俄罗斯日益严重的网络威胁进行简报。他们认为不能对俄罗斯的网络威胁有所放松。如果普京改变策略或决定对西方进行报复，更糟糕的情况可能还没有到来。实际上，早在2月15号，《华盛顿邮报》就曾报道，根据最新解密的美国情报，俄罗斯黑客可能已经广泛渗透到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其他关键计算机网络，以收集情报并定位自己。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他们可能会破坏这些系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1月中旬，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内政部等70多个政府官网受到黑客攻击，导致许多重要数据泄露。2月23号，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前一天，一款名为 Hermetic Wiper 的新型数据擦除恶意软件在乌克兰数百台重要的计算机上被发现，舆论纷纷认为是俄罗斯所为。早前，白宫负责网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曾进行一次桌面演习，以确保美国为可能发生的俄乌冲突做好准备。还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在乌克兰系统内发现了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及其军事间谍机构工作的黑客。俄罗斯政府在当地时间3月17号表示呢，俄政府官方网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攻击。其实我们知道，俄罗斯呢对网络战的研究非常早，而且呢，俄罗斯政府对于这个抵御网络黑客非常有经验。但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背景之下，它却很难来抵挡来自外界的这个网络攻击？那么近一段时间来，我们就在这个平时经常用的这个俄罗斯网站基本上都打不开了，尤其总统网啊，还有几个著名的这个智库网络，全都被黑客所干扰。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呢，也看到美国这种网络霸权和它这种强大的这种干预能力。网络攻击啊，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隐蔽性非常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目标在明处，而攻击者在暗处。你不知道谁会向你发起攻击，会向什么地方攻击。第二呢，网络体系啊是非常庞大和复杂的，而且可能一个不起眼的软件或硬件的漏洞，就会成为黑客发起攻击的端口或者是跳板，进而呢瘫痪整个系统，或者是让系统运行缓慢，无法正常工作。第三因为黑客组织匿名者那些黑客很可能是散居在世界各地，而且在对特定目标发起攻击前，会经过详细的准备，制定周密的网络攻击路径，所以令被攻击者防不胜防。匿名者是集结了全球的精英 IT 人员，而且呢，他没有什么身份上的限制，于是就引发了很多猜测，是不是西方的一些特殊的人士也潜入到了这个匿名者组织当中，对俄罗斯发动了攻击，而且呢，也加剧了这种网络战的乱局。那实际上，您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吗？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此前，俄罗斯方面就曾宣布，他们发现美国的网络黑客加入到对俄罗斯的网络战中，而且美国官方一直说他们不会派士兵与俄罗斯面对面交战，但是没有排除通过网络战和信息战这种看不见的方式来直接参与这场冲突。而且从客观上看，美国有着全世界最强大的网络战部队，而且对伊朗和朝鲜呢都有过发动网络战攻击的实践经历，所以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加入战斗是很有可能的。在这一次乌克兰危机当中的第二战场网络战当中乌克兰可谓是表现不俗，很多外界舆论都将这个乌克兰称为 IT 大国。那实际上您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乌克兰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样呢？在这方面我们确实不要忽视乌克兰的实力。据 IT 领域一个专业机构的调查，随着世界市场对 IT 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近10万名乌克兰程序员为数千家公司提供着服务，从思科到甲骨文再到乐天、三星，有100多家全球高科技公司在乌克兰开展研发活动。而菲佐罗夫在成为乌克兰数字转型部部长之后就提出了一个名为智能手机国家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标啊，是自2024年开始，乌克兰的政府公共服务100%在线提供，且其中呢20%服务啊实现完全自动化和无人化。这些其实就部分反映出乌克兰这个国家的网络安全能力。